检调出手，检调其实早就出手了，台南不就出手了吗？市党部主委、副主委都被压起来了，这多大的事情？去搜索一个党部，而且主要在野党是很大的事，所以你证据非常确凿，犯的罪非常重，伪造文书。伪造文书什么时候去搜索还有羁押人的？我很少听到伪造文书太多了啊。好，那么花莲县政府呢以及户政事务所今天被搜索啊，民政处长还有什么股长一大堆了哈。然后呢，什么副处长啊，这个所长啊，股长啊，统统被带走，10几个人被带走啊。说为什么呢？说是因为有人去检举了，说不是去，因为我在想说，花莲没有作假，因为没有人去罢免绿营的嘛，只有副根区被绿营的罢免嘛。所以呢，因为呢罢免人呢，说有户政事务所去查核，你是不是这个人？所以呢被认为呢这是查水表，引起恐慌啊。那花莲县政府就是我们是依户政法行政查核，那不是都要查核吗？查核有各种方法，有的是发信，你是不是有签这个东西？那本来他们说不回信的就应该呢算是没有这个人，但中选会说不回信就是应该是有这个人所以呢以中选会为主嘛那有的是打电话有的是套到那个户政的什么那个电脑里面去 check 等等。那花莲他们就是说有人去问了。所以就被认为说是查水表那另外呢，傅昆萁说：“哎呀，你们剧本都写好了吗？我们是一切依法行政啊！你要去搜索大众，搜索县政府因为当时调查局派了一个人去说，这个人是怎么打贪的悍将那另外呢，上次呢，这个去查傅昆萁呢，说送什么指甲刀，那是台北地检署派人去的但台北地检署说什么？谁说我没有管辖权？厂商在台北就可以去查你那民进党说有很多的吹哨者来陈情说被查被问那昨天呢，国民党这些罗志祥王宏威陈玉珍也去北检说呢，你们告台南国民党就伪造文书你有没有想到韩国瑜当时有1300多个死人呢？去联署要罢免韩国瑜，你们查过没有？1300个，而且呢，你现在包括这个什么林俊宪这个等等之类的。联署也不是都没有问题也有对不对？那台北这边也有都有那你们怎么不查呢？为什么只去查台南市呢？那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不是只有大罢免还有大告发到处告发你们，看你们怎么办那所以他们要北检呢，能不能比照南检？我去搜民进党党部你现在搜国民党台南市党部那搜民进党党部等等我真的这两天看了，我也觉得有寒蝉效应出来。你司法介入政治司法除非是真的非常非常有证据确凿一些罪名的确是很严重，否则不应该跑到人家县政府，跑到这个党部去搜索的。我们看一下。花莲县民政处长走在最前方，被检调人员带回。今天一大早，花莲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前往花莲县府民政处以及花莲户政事务所等4个地方搜索，并且带回民政处长、户政事务所的股长等共11人讯问。民政处长对于被带回全程不发一语。谢谢。有说针对什么样的案件吗？现在了解今天被搜查了总共几处，有了解到吗？同仁有来反映这个状况吗？小心点。县府会怎么来配合这次的调查？根据了解，这次搜索与花莲罢免有关。在2月罢免第1阶段，花莲选委会审查资料期间，有户政人员找上民众住处进行身份核对，引发查水表争议。检调接获检举，介入调查，朝个资法与选罢法侦办。现在目前花莲两岸齐发。3缄其口因为现在相关人不愿意讲。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状况，去搜索花莲县政府。那之前呢是去搜索花莲县长跟花莲立委傅昆萁、徐坚惠他们家旁边的管家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登记就占天下，那个叫做修容组竞选小物，那是一案。这是另外一案，就是花莲的这个傅昆萁委员的罢免案当中的第1阶段提议的过程当中，那他要确认提人有没有的时候，一般是收到那个确认函。可是他有这个花莲的民政处的人员没有在穿背心或者是明显辨识身份情况下到这个民众的家里去确认，那民众觉得说我们好像受到了一些就是压力，是不是以后怎么样现在目前正在查。案情不清楚这是花莲的部分所以说两岸齐发3缄其口。他如果只去查，并没有威胁说你不可能去罢免人，这是违法吗？这个有没有违法，就要看他们中间的细节是什么。如果他有去告诉当事人说买啦，对，这不行，对，当然是不行。对，那这细节我们不知道嘛。所以说你是不是他是不是你，
我觉得也还好。查核可以，但是可能就是你的身份上就是要讲，我是花莲的选委会，也不是民政处的人去。重点在这里啦，因为这个通常地方选委会都是民政局的人去，但是他应该是选委会直接发函去问，而不是那但有没有问题这个不知道，只是说现在动了，大家就讲说动的合不合理？如果你动过头的话，反而大家觉得说是民进党在执政，那你这样子减掉是不是配合民进党在阻止这些或者是添柴火？民众也会有感受，是其一。其二是我跟大家报告，像昨天我访问这个罗志祥委员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那死亡联署的这个比例，韩国有时候也有1348。观众朋友，因为我后来很多网友跟我讲，刚康哥也有讲到嘛，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数字1348是当时韩国瑜罢免时的不合格数是1348。不一定死亡。那我想说，不是对，确实不是都是死亡，因为我去调了资料出来了实际的数字是95啦，也就是说韩国瑜的时期的时候，真正的死亡联署的第一阶段是95，可是他提出的第一阶段，因为他高雄市比较多嘛，200多万人嘛。所以他的基数，他要交29000多份，所以他的死亡联署比例是0.3。那现在我举最多的，以这次来讲的话，就是新北的张宏禄，他的死亡联署的比例比较高，7%，所以大概多了20几倍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死亡联署，我讲到台南区了，刚刚讲那个花莲，台南部分也是说，如果我在誊写的时候，一任他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这个，他最清楚。如果人家交过来，你不能怪我，所以这个都后续去查。所以现在目前看来，检调正在动。而且或许不止花莲，不止台南，所有出现死亡联署的台北、新北，因为吴思瑶有时候他那边也有死亡联署，也是大概100份左右的时候，如果比例过高的时候，也许全台的这个地检署检察官都会去查这个罢免总部，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过高的死亡联署？这说明他的司法介入了，算不算？应该是司法在调查了，调查算不算介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管你是1万个死人或者1个死人都是犯法。你贪污1亿元跟贪污100块同样是犯法，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他呢？人家是问在这个，要不要查就都查，你不能只查他，对不对？他比较多，他比较少，少也是犯法，对不对？不管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律上来，你只要犯了，你就是犯法，就是这样子。那一任。关于死亡联署幽灵联署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纠结了好一段时间了。那当然，为什么持续在纠结，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补件的结果没出来嘛。我相信，如果补件的结果出来了，越早的时间出来，我们越有机会赶快进入第2阶段的联署。当然，过去我们曾经有说，就是我们在补件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希望先开始2阶段的联署。中选会也直接发新闻稿说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当然，2阶段的联署书的格式到底在法律上面属不属于公文，是不是公文书？我认为这个由法律他们去裁定。但是我想讲的是，2阶段的提议人名册是我拿着补件结果的公文去跟你换那一张纸，然后这一张纸我再拿回来自己印5万份、10万份、15万份，那难道这样就没有伪造公文的问题吗？所以。无论是今天对于检调、对于南检我们直接到了台南市党部，还是在花莲的部分，我相信未来可能双北的部分，我们被传讯的几率我觉得是高的，因为已经去告发了。那我在我也借由这个节目我要讲，如果我被传讯，最后如果要我用现金交保，我一定是拒绝的。其他的我可以接受，要么就是无保请回，要不然的话就是用其他责付啦，或者是要把护照交出来等等之类的。要我用现金交保，我是绝对会拒绝的。好吧，收花莲县政府呢，说他们去查人家水表，说有争议国民党说这个是为了2阶段罢免联署造假准备，就不能去查。所以呢，我怎么样填都可以国民党这样说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蓝绿现在呢吵架吵些什么。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耀仁按铃告发，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同为英系的立委吴沛忆。吓死人了！10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4份联署书是不合格的。点名罢免团体联署错杂率高，其中最多失误的就是涉及未满4个月，地址有误的也有208份，零总总加起来不合格份数达到1072份，错杂率达40%。为什么告发的不是立法委员吴沛忆本人？公布了这么久1个月以后你才做这件事情，所以不免让大家怀疑这是不是政治动作。因为有告发检察官才会去做侦办。3年前我们太天真太厚道。无独有偶，国民党立委上午也为了罢免联署的造假争议到北检告发。台北地检署看到了台湾地检署怎么做的吗？我们提出告发状，台
台南地检署已经用羁押的手段了，台北地检不要睡觉。国民党透露，伪造情事最多的就在南投，优厚有14件，马文君也有11件，新竹镇前8件，北市王宏威1件。但也因为只有王宏威是台北立委，众人浩浩荡荡，警告发罢免王宏威团体。你们反制的作为就是对公民提告，对公民来说只会让我们越挫越勇。呛3，国民党只挑有利的说，罢团强调实务部分主要是涉及未满公务人员联署等，至于死亡联署一个都没有，错杂率不到1%，约4.5%。大神，主持人，当我看到那些表啊，就是说不合法的啦、死亡啊、幽灵人口有多少，我是觉得我很伤心，你知道吗？你晓得我的生命有限的，尤其这次要是不长命120岁，不是以我这么有限的生命。坐在这里讨论这个，原来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叫做大罢免。那大罢免有人把它无限上纲到，它目的是什么？连这个都莫衷一是啊！像苏琪讲，这个他真的搞大罢免是要变成这个在国会里头能够掌控，然后避免尹锡悦的这个2.0戒严的问题，我不同意啊！我跟你讲哦，为什么会有大罢免？就是新普雷民主进步党不能忍受3年多的朝小野大，他就要靠这个把它扭转过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今天有国民党这个罢免吴思瑶的代表在这里，我想我对国民党真的是很失望。国民党哦，力量有限，你说你说服人家说不过，你要动员自己的力量动员不过，人家来你的家门口是要烧火。你没有能力把它扑灭，你就是人家的门口也烧一把小火，去搞这些东西。那今天你看，第一关你们输得难看，那第2关呢？你们说，我们过多少了，怎么还不公布？都在小节上。我的感觉上去，国民党真的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做，而且力量很小，力量很分散，所以看到对方在一个小节上做文章，你跟进。我都觉得罗志强啊，你们这些委员啊，去按这个铃，也去检讨说你们到底有几个是死亡人口，有什么意义呢？主持人，我告诉你，我这几天在想什么？我刚刚节目还没有开始，我就请教他了。我说你们到底到了第2关的时候，你们是希望那个36大概会剩下20几了？你们是希望20几比20非常接近，然后再对干一番呢，还是20几比2？比2个原住民，或是26比4，这样的话，你可以集中力量保护你们受难的这些委员，还是要分散说，表面上看起来势均力敌，所以呢，我们有拼，有的拼，但是其实不管哪一个层面你去比较，你们都是比民进党差一截嘛，是哪一个局面对你们比较有利？你们有人在想吗？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你们不用过太多，你们有没有本事？不用过太多，意思，过个2、3个交代一下，集中精神，保护你们自己的人不会被罢免。我觉得那是正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看不起你们，你们什么都输人家一截嘛，还要陪着跟人家玩同样的东西，这哪有这个本事啊？接下来再回来。好，今天呢，这个北投士林呢罢吴思瑶的总部成立了哈，那朱立伦有出席哈，表示支持他们啊。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的党部啊主委黄吕锦如也参加了啊，他说罢吴思瑶一定会进到3阶里面，哦，双吴一定会进入第3阶段，他觉得2阶一定会过了哈。那朱立伦呢有在做事啦，你不要都骂他了哈。那他也承认，像老沈讲的，国民党的行销上没有那么好了哦。他说我们呢，这个是讲道理的啦，民进党是用大字报来说谎的啦，哦，说他没钱哦，什么老人政策也不能做了，医疗设备也做不了等等哈。然后呢，人民心生恐惧，觉得国民党要害台湾灭亡。但是呢，民进党是执政党啊，本来就应该接受监督啊。3预算有什么不对啊？3预算不行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涛说，罢免立委已经过8席的这个一阶的门槛有8席过了哈。那中选为什么不公布？
哦，为什么志刚为东厂就想拖，对不对？你越晚公布，他2阶段就拖的时间越后面嘛，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呢，这个那赖以人士说，是不是要争取减掉办蓝营的时间？啊，这中选会的阴谋。李进勇中选会主委就说乱讲，空穴来风。好，他说呢，有6个案子呢是补件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还没审，啊，还没审。那而且呢，中选会要经过委员会审查，不是一般的什么地方这个民政局啊，或是选委会审查，要经过中选会的委员会审查才能够公布。哦，所以我们现在没开会，所以不能公布啊。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被拖着走啊！如果你罢免我，你没有理由的罢免我，那我当然也要罢免你啊！我没有办法，我们是被逼的啊！所以我们会团结起来罢免我们想要罢免的人。但是我要讲，这个路不是我们想要走的路，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是不得已的，我们是被压抑之下，那我们才来做这个罢免活动。你们为什么希望他赶快公布？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支持者其实已经不耐烦，等很久了。因为我们其实当时选罢法的设计上面，它确实有一个冷却期，结果这个冷却期没有冷到民进党，却冷到了国民党。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进入补件的时候，确实它的时间就看起来有可能会跟民进党的罢免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有脱钩的部分。所以你们希望到时候罢在一起罢，你们现在担心民进党先罢，然后再罢。就是说，民进党罢你们的先举办，然后你们罢民进党后举办，你们担心这样？过去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我们希望一起罢，为什么？因为到时候如果同年投票，民进党一定会铺天盖地的说我们要支持罢免，这个时候吴思瑶跟吴沛忆的论述就会变得极其困难，这是我们原本的想法。但之后我们想想，脱钩有脱钩好，第一个我们就是不想要被民进党政府牵着鼻子走，所以因此我们还很明确的决定，我们如果真的脱钩的话，先罢蓝再罢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在地方看到，那你们干嘛要催中选会？中选会催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赶快拿到补件。如果按照时间来看的话，3月31号是法定最后一天，中选会一定要告诉我们的领衔人有没有通过补件。公文的传递，再加上公文收到以后，次日才可以换2阶段的联署书，那可能要拖过连假以后。对我们来说，清明连假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准备这件事情。另外讲回来，根据林俊宪还有王定宇的逻辑，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检调如果介入办案的话，整个行政流程因为司法的介入应该就停止。这个是林俊宪跟王定宇的逻辑。好，因此在这个逻辑之下，我们也可以推导出到现在中选会。法定虽然给你25天的时间，但有20天是地方选委会，5天是给中选会。我们一直在问的是，地方选委会到底是什么时候把案件给你中选会的？因为你只有5天的时间必须要公告。我们认为他在拖，就是拖给检调有时间来抓我们，来传讯我们，然后再符合王定宇跟林俊宪的这个要求，就是所有的罢免案第1阶段因为司法介入而停止。当然，吴思瑶也这么说，他也希望北检可以比照南检的办案方式。就你们就是你说3月31号最后一天嘛，一共25天嘛，对，所以换句话说，等于是已经送进去19天了嘛。我们3月6号只差6天嘛。对，那民进党罢你们的，他们到底几天中选会公布？他们当时是这样，在我是第1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在2月6号跟2月8号分别送了吴沛忆跟吴思瑶，民进党是在2月3号送了非常多人，他们在228的时候就公布了，但是我们又拖到3月，所以确实他们16天就公布了，我们都是在同一周里面送件，甚至我们还比一些吴沛忆的送件还比一些民进党还要早，但是却比较晚公布。当然，当时中选会的说法是我们有寄公文，你自己没有去邮局，这也不是我们现在要纠结的战场。刚才沈大佬讲得很好，就是说我们不要在细节，不要在一些很枝微末节的地方去纠结。所以回来讲，为什么要罢免吴思瑶，这才是我们应该论述的重中之重。对，我就要问你，这就是我们重中之重。好不好，来轩？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对国民党来说的话呢。拖延真的未必有好处。就算说你分2次选，2次选的话呢，要等于是2次动员在同一个县市里面，这样的一个动员能量够吗？而且呢，拖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对国民党的士气打击非常的沉重。从当初的35-0到现在，经过那么久了，其实你对民进党那么擅长选举的人，那么擅长政治动员的人，我觉得他们都算得清清楚楚的。今天为什么要去查台南市党部主委的这个办公室？今天为什么要去查傅昆萁的花莲
莲县政府，我觉得他都是利用。你看这两个例子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反映出来是查太严也不行，查太松也不行。花莲县政府的话呢，积极认识我去问你说到底有没有去进行查核，我也没说你这个签署签的不对啊，我就是去那么积极这样子，你还没有问出说他有特别的干涉，你也觉得这样不对。那台南你就觉得他太松那么多的死亡连署你根本都没有去查，所以我觉得又轻也不行，重也不行，那到底什么东西行？所以整个回来讲，就是说事实上你说今天司法有没有在替这一次服务？我认为有就是说你就一个回到刚才赵先生有特别提到一个比例原则好了，在过去来讲的话，你说联署，你的重点在罢免，如果说这个罢免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个主题是重要的，所以你在联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可能是死亡的，可能是这个登载不清的，你就让它补件嘛，你就把它删掉嘛。过去都这样子啊，你太坏7%不对，7%不对，删掉，你再送到你送到你合格为止，大概是这个样子。你说会因为你的登载不实，因此查你伪造文书？这个其实这个是轻是重，就完全看看你这个司法怎么动。那今天司法来的这么的重，你认为他是真的为了司法而司法吗？但为了公益而公益吗？还是为了政治追杀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会看到，我觉得两面都一样。对民进党来说，基本上来讲，从我们刚才一路讲什么雅啦、中共啦，这个在野党，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是3合1敌人了啦。对他们来说，是一口气的连续的铺下天罗地网，目的就是呢，他们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跟执政权。但是回过来说，国民党现在为止，你真的是弄不出一朵花来。这个再下去的话，我认为未来的脱钩很明显的就一波罢免蓝，接下来你罢免绿，你国民党如果依照现在的表现，你有能耐动员下一波吗？没事。社会上会认为说，国民党有可能是在抄名册，其实是有理由的。以吴思瑶的这个选区为例，这个一阶他们送进了2696份，那其中有929份其实它是不合格的，那另外有86份是死亡的名单。那基本上，如果我们回到韩国瑜当时的这个罢免的这个份数来看，它的不合格率是0.06，可是吴思瑶的不合格率高达34.5%，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差距了。所以当然大家会合理怀疑说，可能是抄名册。那既然有人去按铃检举了，有人去控告了，那当然检调必须要介入查。那反过来说，在花莲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当时那个户政人员有一张照片，大家应该还记得，拿着雨伞，因为雨天嘛，手拿着这个联署书，在逐户在查。那大家当然会害怕，就是你拿着一个有个资的东西，你随身拿在身上，不断的去每一户敲门，确定你有没有做这样的联署，大家当然会觉得我是不是被查水表？因为一个合法、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应该是户政人员基本上你只要 key in 这个相关的资料，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份名单上面的这个资料是否正确，你顶多是确认它是否亲签。那这个部分你可以用邮寄的方式，那其他的选委会都是这样子去做的。那为什么特别是你花莲不一样？那这个东西还有 LINE 的一些截图跟对话，也就是说在这个花莲的这个民政处的处长，还是副处长，他就是在里面，他有特别去要求说这个公务员必须要直接要介入这个调查。那有公务员在抗议说，这样我们会违反行政中立。那结果有这样的情势，那这样的一个截图送到了检调面前，那他当然是必须要做出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看过去有很多的罢免案，陈柏惟的也好，然后这个韩国瑜也好，检调有没有这样干过？有没有去搜过什么当时的民政局？有没有去看看说，这些倡导人有没有被抓去问话？过去也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这次要做？难道这次罢免跟以前罢免不一样？这次罢免含金量比较高，所以你就做政府做事要一个可信赖感。就是如果说我没有过，你就补嘛，而且补只有一次机会啊，补不过它就结束啦，拜拜啦。那干嘛用这种方式去做，让人家牺牲恐惧呢？更何况蓝的选民也有牺牲恐惧的啊，也有收到一些电话也好，或者一些查核单也好，也不敢表态了，这个大有人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罢免啊，最重要的是你检调介入的程度有多少。就像刚才讲的，目前民进党有些立法委员在讲说，比如说傅昆萁的案子，比如说其他的绿委的案子，检调在介入了。就有司法的调查在进行中，那这个罢免案是不是就暂停？是不是就暂停？它暂停之后，基本上这个案子就可能就被做掉了。所以大家担心的是这个。那至于说时间拖的问题，我觉得中选会既然你为什么要一批呢？如果吴思瑶或是吴佩益的过，就先公布嘛。你这拖的原因，你会让
让我们蓝营的支持者的这个士气啊，会受到拖延，而且会增加很多行政作业的麻烦。比如说，现在我只能填所谓的意向书，对，填完意向书之后，我正式2阶的时候，我还要再打个电话来说，拜托你填一个正式的罢免单。我请问你，他们接到电话时候会觉得说，我好烦，我已经来填一次，我怎么还要再填一次，再填第2次？抱怨很多，所以我觉得这种拖延基本上就是瓦解对方在行政作业上面一些程序，而且让对方在作业上面的时程非常难估计。主持人，你觉得4刚或者伟山刚刚这些交锋，你觉得很有趣吗？你觉得我们的观众不会觉得这是很枯燥、很无聊吗？我告诉你，今天赖先生找到，我也找到，所以我们有机会坐在一起交换一下意见。赖先生的脑筋有东西啊。有东西，他比很多国民党的人，这真的是有想法。他刚刚还漏了口风，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他，我真的有一个问题要问他。好，我为了把这一段做得有趣，好，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好，非常简单，你要马上回答我，不要想，马上回答。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罢免吴思瑶？太好了，陈大佬，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罢免吴思瑶。所有的罢免案，你必须要回去看这个立法委员，除了他的行为以外，还有他的身份。吴思瑶作为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嘛。好，还没有完，我们是要讲是身份。你讲快一点，没有时间了，讲快一点。干事长是承上启下，干事长是一个枢纽，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天如果他选择每一个论述都用造谣的方式贴标签、带风向跟去脉络化，就会造成其他的立法委员有同样的方式去仿效他。所以为什么去年立法院所有的民进党员到现在连卓荣泰都可以因为总预算的事情可以撒谎，可以用造谣的方式，老柯的第一幕僚也在用造谣的方式，从谁开始？从吴思瑶开始，他带起了这个所谓大造谣的方向，他就是这么厉害。老沈因为本来我这边不是让人发表政见，所以我没有问他这个问题了。不过你问了我，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他现在只查死的嘛，就是这些人死的怎么还来联署？其实死跟不死有什么差别？你只要联署，你不是你只要假的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个伪造，你要查的话都有问题，伪造不是只有死才伪造。是啊，这个相对不重要的。不，那你为什么只查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吧，你就算要查。需要到搜索吗？你认为搜索是很严重的事情呢？必须要党部搜索，到政府搜索是很严重啊！你把东西找来问一下，真理谈一下，你先解释嘛。然后你一开始就大动干戈去搜索，就把它压起来。现在司法动辄压人，你压了柯文哲还不够，你要压台南市国民党党部副主任，你压这个压那个压那个，怎么会没有寒蝉效应呢？当然有嘛！我在警告你，司法不应该介入政治的。你司法介入政治不是这种介入方法，明目张胆造成寒蝉效应，大家都看得懂啊，怎么看不懂呢？但另外一点是要跟大家讲，刚接到最新的消息，那个雅雅她自己已经买机票了，晚上7点45要自己走，先到福建去。她并没有让你就把她拖上飞机、塞上飞机没有搞那么难看的她自己走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到底要不要把这个超收的税还给老百姓？国民党现在有3个案子了那现在委员会已经审查完了，赖世宝说送出委员会然后接着可能叫党政协商什么，又搞1个月冷冻那民众党说要法制化这个钱要干嘛？要还债，要补健保费，就发6000块。那国民党是每个人发1万所以显然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边呢意见不一样那卓荣泰呢就说呢，你们就希望一直都发现金，你们侵犯了行政权，要发不发是我决定，怎么是你们立法院决定呢？你们哪有什么决定呢？我决定，我要发就我不发就不发，你们侵犯了我的行政权那所以呢，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数目是不一样的了那到底该不该发？我们看一下。民众党立委一字排开宣布还税于民，这解方。台湾民众党负责任的，我们经过了精算，提出普发现金6000元的主张，并不是自己躲在办公室里面想出来的。我们经过数额，经过了精算，要自提特别条例草案，将超征税收朝3方面使用：先普发6000元现金外，供政府还债以及拨补健保亏损。不过在立法院友军国民党则是提出普发1万元现金，并在24日送出委员会等协商，这是否蓝白合作将分道扬镳？经过精算之后，钱如果过，一方面要还国债，一方面补贴这个健保。国民党主张普发现金1万元。民众党主张普发现金6000元，
民进党呢是全部在党，1毛钱都不要给人民。双方都说会在协商是否会谈妥有共识，不过原定25日院会要处理民进党对蓝营所提普发1万元现金提出复议，但是好，谢谢。上礼拜就没有处理啊！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耳朵很不舒服。我们休息10分钟。民进党立委占领主席台，一时空转院长上不了台，但在外头想说的讲清楚。我想在野党是屡次的不尊重预算法，对预算法的结果，如果再用这么一次，会跟过去一样，就是这个错误屡试不爽。这样对行政院来讲，行政权已经被侵犯了。好吧，民众党的调查了哈，那超收5000多亿啊，赞不赞成呢？普发现金啊，这个非常同意跟还算同意的呢，加有65%啊，不同意跟非常不同意29%。当然你要发钱，一般人都觉得好吧，发吧哈。那另外呢，这个52%认为呢，政府预估的税收失灵，怎么每年都超支，每年超支，你怎么预估的啊？所以呢，认为这个预估失灵有51%，不认为的话有32%。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应该干嘛？哦，有70%的民众认为应该明确规范，以后到底干嘛讲清楚，只要超收就要怎么样啊？要干嘛讲清楚。那民意觉得应该怎么样呢？最应该是还税于民34.8%，另外呢30.5%拨补劳健保亏损，劳健保都亏损了啊，所以应该把这个钱去拨补那个。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霸占主席台。黄国昌说啊，你们一点都不急要解冻预算，你们不天天讲说解冻啊解冻，我冻结我没有办法动嘛，那送来解冻啊，总统公布预算就要可以送来解冻了，那么也不送来哦，那你什么意思呢？一点都不急啊，你们真的急吗？哦，那所以呢，国民党说你们老是占领立法院主席台，照理讲占领立法院主席台应该是在野党，以前是民进党啊或者党外在野主席台，然后是执政党在野的呢，哦，所以呢让政府没办法做事，就你们了。你们占领以后，政府这个行政院长率领文武百官不坐在下面，又不在那边等待哦，那不让他不能做吗？哦，所以你杯葛自己的行政院长是史无前例的，不是很好笑吗？怎么你们杯葛了半天是让他没有办法上台？以前都是在野党杯葛让行政院长不能上台，现在你们自己杯葛，不是很好笑吗？哦，来这个石刚，我也觉得很好笑。上个礼拜五跟今天的这个院会啊，都被民进党霸占主席台。我特别问了委员啊，前天碰到了我们国民党委员，就是到底在吵什么？因为大家看了这个电视直播，都完全不知道一个在吵的理由。原来是什么？原来要阻挡国民党的公投案啊进入那个程序里面去。是啊，我也想不通。对，民党为什么要挡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怕大家觉得说游志斌的事情还没结束。对，游志斌另外一回事嘛，那是幌子。哦，那游志斌另外一回事，那也是借题发挥而已。对啊，你游志斌他基本上就是两回事吧，他就是一个违规使用的吧？我们就讲说，就算他违规使用吧，那有必要为了游志斌这样的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挡了2次的院会吗？而且现在是总质询不，他的问题是他讲他很重要吗？游志斌很重要吗？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不尊重的话，而且还有一个叫游志斌告他呀，告游志斌啊，伪造的身份进到立法院里面，要告游志斌，然后要求立法院秘书处改变这个相关的行政规则，而且当初放宽是苏家全。当院长之后放宽的，允许这种 social media 的记者去， social media 通通可以去。原来你正式媒体才能去，他现在他们都可以来。如果你是个脸书的这个脸主，你也可以去啊，自媒体你都可以去啊。我在里面拿个直播，我都可以去啊。游志斌讲的话，我也不认同，我觉得他也不应该去这样侮辱别人。但是被侮辱的民进党立委去告他，让他觉得怕。不，这个是意识上面，你要让他但是有些委员想要质询的，为自己的地方想要去问行政院的，就一直被 delay 啊。两个下午，大家就每天就坐在那儿，就坐在那儿。那有人坐不住，就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那你老说啊，在野党什么空转的，那这2次这么宝贵的院会时间，可以让民进党畅所欲言的讲自己施政方向的时候，民进党立委自己挡，莫名其妙。我报个料，去年国会改革无法的时候，吴征民进党的发言人没有换任何证件就直接踩到议场内，被我发现。我当时是助理，我直接跟朱卫警讲说，这位先生没有换任何证件，凭什么他可以进来？所以才被请出去。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跟助理如果发现一样的问题，可以比照办理，请朱卫警。所以他被请出去了嘛？那游志斌是所以我就说嘛，其他的助理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另外，王义川在还没有确定就任立法委员之前，他也在2楼的议场监军。他当时用什么样的身份？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你们也让这样的人进来啊？所以如果认为不可以，那就直接用诸位请反映
把游志斌拖出去，国民党一定不会反对。今天就是在处理这样的程序争议嘛，问题是没有人要处理啊。当时周恩来这个在台上，他在第一次处理的时候，他还把人家的提案单丢掉，主持人，我觉得你没有是不是？你没有尊重我们的立法委员。我问哈，本节的主题是在讨论还税于民，大家都忘掉了。好，你赞不赞成？不是，我告诉你，卓荣泰说这是我的行政权，你们干预什么？好，那既然是行政权的话，你连续3年以上都超征啊，而且超征的税目都一样啊，而且背后的理由应该你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赶快把它修正，说从此不再超征呢？你有超征，大家看起来就流口水啊！而且我劝告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客，以后有钱要发给老百姓的时候，不要做民调了，白浪费钱的，因为这个民调已经超过70%，说 OK， 说 OK，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台湾独有的现象。预算法是规定好，预算由行政院来编列，随套之行政院之权，所以行政院有编列预算之权，而立法院有审预算删或动之权。好，这各自有各自权，所以我们是5权宪法，我们是3权分立嘛。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连续几年你的这个税收都超征，今年超征了应该说去年啊5200多亿，那你一算，一个人发1万块就2300多亿，那还剩一半啊，还可以去还债，还可以去做建设，为什么不行？那国民党提出之后，刚刚大佬讲的没有错，谁会反对？6、7成以上是更多都说好啊，发1万块。那现在都卡在说，那现在要不要把它变成法制化？重点在这里，因为国民党已经提案了嘛，3个不同版本要把预算法里面的81条之一把它改掉，就以后如果有超征，不用等你行政院主动说我要发钱还是还债，它有一定比例就直接还税于民，这是现在目前赖士葆委员的版本。好，那这个东西行政院也说他反对，所以显然马上要看到第6次的复议啦。到时候这个法过了以后，行政一定又要提复议说你又侵害我的行政权。可是说到底，我觉得大佬讲的是关键。你为什么1次2次已经连续3年了？你既然知道说这个税收不是这样，你的预估错误，然后造成大量的这个超征之后，大家再来讨论那个钱要怎么用，你要把它编准一点。那至于说那个钱到底是不是要发给民众，以现在目前这个状况，陈淑姿主计长说他不赞成，那4月可能马上就修法过了以后。没有那么快会进行这个事情，然后7月可能要大罢免了。我觉得啦，以民意来讲的话，终究是会发，可那个时间可能会接近在年底或明年农历之前。我们宪法规定，立法委员不得为增加预算之提议啦，所以他不能说立法委员不能决定说要花钱，但他可以修法。他的法就是说，你如果超征了以后，你这个你要怎么办？对，第一种就是你一定比例拿出来怎么？那你行政院你不能反对立法委员修法，那你要化解很简单嘛，那你不要超征就好了嘛。那你干嘛每年超征呢？换句话，你编预算的时候你就编得比较低嘛，然后到时候好高兴呢，我超征，很多都这样。工程也是，那个工期呢，这个拉得很长啊，我预备600天完工，哎呀，550天完工了，我提前完工啊，然后预算乱编一通，然后到时候哎呀，我预算没用完啊，我把预算省下来，你编的时候就乱编一通嘛，休息了再回来。而且这是。好吧，现在电源法修正了，那是不是台电就能够转亏为盈呢？所以呢，这个专栏作家是说呢，彭慧先说呢，钱坑依然难填补。哦，昨天那是民进党立委问到，不是国民党立委问到，问经济部长说，那如果说我给你立法院通过给你拨补1000亿，你是不是就不涨电价了？经济部长说，我还要算一下，不敢讲嘛，因为给他1000亿还是不够，还是要涨嘛。他现在已经亏了4000多亿了。事实上，行政院已经过去给了他3000亿的这个补助了，他是涨了5次啊，因此不涨吗？没有不涨，你根源的问题不解决嘛，你根本的问题，你能源的成本这个问题你不解决，那你光涨价，光补助，那只是一个无底洞而已了哈。所以呢，到底拨补你1000亿电能不能不涨？经济部也不松口啊，我不能承诺这一点啊，表示还是涨啦，哦，所以现在就是说，民进党现在说，因为蓝白3人的1000亿的补助嘛，所以要涨电价嘛，但现在就问嘛，那我这电价1000亿给你就不涨吗？他不敢讲，哦，好，那已经补助了3000亿了嘛，电价涨5次，哦，台电说我是物价消波块，哦，而且呢，我的2500亿是要投资供电的建设。哦，换句话说呢，什么叫物价消波块？就本来物价要上涨的，因为我的电价这边稳住了，所以物价不上涨，我变成物价的消波块啊。那另外呢，这个吴东亮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呢，他说电价是有点两难，
涨工业电价已经快超过韩国了，那我们怎么竞争呢？那涨民生用价用电，小老百姓生活又苦啊，所以这是两难局面要朝野共识。童子贤说应该理性科学的评估核能问题嘛。昨天台电有讲啊，说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本来就是个科学问题啊。那但是你是用政治问题来解决啊，你不是用你不用核电，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怎么是科学问题呢？所以童子贤说应该理性科学的评估核电核能到底它有什么问题到底核废料怎么处理？到底它的安全有什么问题？到底台湾呢这个核电厂有没有在这个地震带上？那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这是可以理性科学来讨论的嘛那 AIT 的处长古立言又说，台湾能源美国可以提供核能，可以提供电网技术，还可以提供电热。问电热怎么来啊？那么核能跟先进的电网技术，我们都可以给你们，而且你们将来 AI 伺服器的资料中心啊，半导体啊，晶圆厂啊，都要大量的能源嘛。现在一年用2亿多度电，2050年他们估计要5亿度的电，要现在1倍以上。你电哪里来？电从哪里来？你怎么样？都是进口天然气啊，都是进口煤啊，你到底电从都是进口这个燃油啊？所以呢 ，AIT 也想啊，我很关心你们啊，我不是只想卖你们核能技术啊，你们将来电怎么办郭智慧说，所有新能源科技我们不会排斥了。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是新能源科技嘛？你讲讲看。这缓兵之计嘛，你根本没有嘛，什么新能源经济？你现在想的那种小型什么移动式的这个，对，这种发电核电厂更麻烦。我一个100万千瓦的核电厂，你要搞成3、4个小电厂，更贵，而且核废料怎么处理啊？在现场处理啊？高雄人同意在台积电旁边盖一个小型核电厂吗？他同意吗？同意。再说更困难所以台湾根本不是台湾这种大型的，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就好了，要分成多少小的，怎么可能？所以呢，这都是缓兵之计了，都是拖延时间了那郭智辉说，大家都不想让核废料放在自家，没有人叫你放在自家，它是放在现在核电厂的下面嘛。全世界现在都这样做啊，就你台湾不能这样做，核废料是你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不是很奇怪吗？好吧。这个云豹他们说哇，台电这个让云豹大赚钱。云豹说，哎呦，我们收入只有1.798%从绿电来的，从绿电来，我们没有靠赚那么多钱了。感觉我已经听到那个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已经连续讲了3、4次有关于核能的事情了。他今天也讲天然气，所以天然气讲完没多久之后的话呢，这个阿拉斯加的州长就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赖清德就当他的面说我们要跟你买啊，我们要跟你买天然气啊，对，还接管子这个从这个日本的旁边这样转过来啊，等等等所以我实在有点这个。有点很隐隐的预言，觉得不要有一天突然间我们说，我们要核能了。然后的话呢，我们过程当中呢，我们那个苦口婆心讲了几年了下来，用科学的方式讲，用理性的方式讲，用各个全球的这个趋势去讲的这个口干舌燥都没用。就我们的美国老爸讲了之后的话呢，台湾的核电政策就要转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实在是太悲哀了啦好，那我不知道，我们就事论事来谈其实美国在讲核能，他们为什么要谈核能？他今天其实不只要卖电给你，不只要是要帮人跟你赚钱，他说你要赚乌克兰的核能电厂，但事实上重点在于说，现在确实就是在你这样的一个又要减碳，然后呢又要电购，呢又电价呢又要低的各个方式的去考量当中，核能就是其中一个嘛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就郭智慧到现在为止去回答有关于相关的这些电价的问题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说谎演戏你刚刚讲这个1000亿是邱志伟，我印象很深，邱志伟在问他说，你说是因为立法院3预算，所以的话呢必须要涨电价，好，那这个立法院如果不动了，给你1000亿，你就不涨了吗？就不说了嘛。那事实上他们过去也讲过了，事实上有4000多亿的亏损，你给了1000亿，还有3000多啊，那还是一样要涨啊。而且你更不用讲说呢，你不敢去保证不涨电价，而且回过头去，你也不敢告诉大家你为什么亏损呢？亏损的理由是什么才是关键嘛？为什么会亏损？为什么会到了我们要不断的去编预算去拨补这个立法这个台电的漏洞，就是黑洞？是因为你绿电那么的贵，天然气的价格那么多波动，而且还不用讲我们一开始的第1节在讲的天然气的问题在于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当封锁台湾的时候，当围台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
经济部长对我们的国会来说，都用演的，都不去面对问题，这是我们要的政府吗？美国为什么关心呢？一方面当然是关心台湾的韧性赚钱啊。第二点，它有赚钱，因为我们核1、核2、核3、核4，只有美国2家公司把我们包去了，西屋 Westinghouse 跟这个奇异如果而且他们分得很好的。因为核电厂分2部分，一部分是反应炉，一部分是发电系统。如果反应炉是奇异的话呢，发电系统就是西屋。如果呢这个核电系统呢是这个奇异的话，西屋的话就反过来，反正就2家了，就把你通通分掉了，而且很贵啊！一座核电厂现在盖一座新的都是100亿以上啊！现在就算核1、核2、核3有延役，它也需要各种整修啊、换零件，还是需要，不是说延就延了哈，还是要花钱。不过这个花钱是跟天然气啊什么比起来，它其实还是小钱呢，它还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来伟善，是我想要澄清刚刚几个数字哦，因为现在国际燃料就是因为它就是暴涨之后，就是我们的台电吃下了非常多的这个燃料成本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幅度，所以是大概吃掉了6000亿，所以当然现在亏损大概还在4000亿左右，还是非常需要这个拨补，还是希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以同意这个拨补哦。然后国际燃料现在的价格还是在一个高点哦，当然没有之前俄乌战争那个时候前期这么的高，不过现在还是高达这个过去的这个60%哦，比过去一般平稳的价格的时候还要高，所以这个数字永远这么高的一个能源价格在台湾的台电确实是承受了很多的亏损，所以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拨补，确实需要靠着这样子压抑这样的一个电价去稳定台湾的民生，稳定台湾的通膨。我觉得台电好有趣啊，它经过多年来的受苦受难，终于提出了一个我们是吸收物价的消波块。但是我觉得台电有未免太做这件事情了。消波块是真的有破坏这个海浪的功能，但是它留下了一个没有办法恢复的创伤，就它破坏海岸线。但是破坏海岸线的罪过大呢，还是台电这个消波块的罪过大？我觉得台电你不要认为说我把物价吸收来说不会有通膨，所以物价一直压得很低。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台电的人真的脑筋都搞不通，因为你吸的结果是把债务无限的累积到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的程度。这个消波块比较头脑简单了，你这个消波块比较麻烦了。台电的25000多个员工都应该跟台电抗议，跟经济部抗议，跟行政院抗议，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能源是能够平均分布发展，而集中在天然气？来，伟汉。现在目前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涨电价，是因为台电亏了4200亿。那台电为什么亏4200亿？跟它的配电比可能有关。所以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循环的。那我们现在目前眼见5月就马上要进入非核家园了，那以后我们还要继续亏多少？所以台电应该想办法解决亏损的问题啊。那这个童子贤就讲了，如果能够重启核电，它可以省 N 个千亿嘛。童子贤的话总不是蓝营的话了吧？总是你这个赖清德的读书会的成员。如果连这些话有科学的话都不愿意听进去的话，我觉得台电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无解的。郭智慧一问5不知了，问预算不知道，问能源配比不知道，问电价为什么要涨不知道，问股票怎么转移的不知道，最后